我现在来教夫君怎么学朝夕说话吧。声音要轻，不要太沉。起唇要慢。这第一句，夫君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夫人，不对，夫人，正是这般。你记得勤加练习。阿洛，若我当初并未因一心习武而放弃争这顾家，以我是否就无需像如今这般？清风拂柳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现下竟要我看你另嫁他人，你二人相处不过数日，你当真心悦于他吗？昨天我始终睡得不踏实，那些刺客竟然追着我来到了顾府。好在护院及时发现，这才有惊无险。二姐受惊了。无妨，不过我思来想去，怕这是有人蓄意为之，觉得是我故意买通了那些刺客，演了这一出戏。二姐何出此言？我将那些刺客抓住后，本来想今日带来与你一同商量对策，却不想在出门前被大哥拦下。有句话，我不知当不当说。弟媳如何看待三弟遇刺一事？你当真相信三弟只是图于盗匪？二姐，如今喜叔只你和我，如果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三弟一向深居简出，那日为何忽然无故出城？我觉得不妥，便多处探访，这才发现，大哥并非那几日刚回京，他在父亲为你二人指婚后，就曾见过三弟。
我念他是位可怜之人，便将他留在了霓裳庄。弟媳若是想见，这几日我便借量身之名将他带来。二姐既有怀疑，为何不禀明家主，或者报官？官府的人一早就定论了三弟伤于城外匪患，父亲此刻又哪能操心这些事？昨日我遇袭后甚是心悸，若那人是位顾家家主的位置，三弟与我都不会是最后一个。顾家家主的位置，大哥想坐，难道二姐就不想吗？大哥帮忙打理商铺多年，在表面上虽然颇受认可，但外人不知，顾家人谁会不知道玄机阁才是顾家最核心的部分？最终谁会成为新任家主，不还是要得到弟媳的支持？我知弟媳因三弟之事怀疑我，但如果是我，我是断不会以这种拙劣的方法杀人的。总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杀人于无形，不是吗？比如用毒。弟媳何出此言？二姐素来深谙用毒之法，研制的毒药与解药都是千金难求。可是冷言便是中了一种奇毒，七窍流血，含笑而亡，倒像是二姐研制出来的笑九泉。看来那人是铁了心想将这脏水泼到我身上。主人，大少主闯入扶风阁，此刻正在三少主房间。大哥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？来日大雪之后，我的身体也不大舒服。今日特意请了李郎中过来，也顺便帮你瞧瞧，希望三弟身体早日康健，也好安了我这个做大哥的心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脚步轻盈，虎口生气，此人与寻常郎中不同，倒像是习武之人。如何？与大少主所料不差，三少主救急心伤，还需仔细调养。下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朝廷已命人肃清城外匪患。三弟那日遇袭，不知对盗匪可还有印象？那日太混乱了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三弟自小随身的那枚玉佩，今日怎么不见你带？估计是遭遇劫匪之时，遗失了。大少主，瑞王寻到了一幅名家字画，想与您共赏。听闻您在扶风阁，便直接过来了。您看，大哥好兴致，今日竟有空来我扶风阁。只是家主请来的郎中刚为朝夕看过病情，大哥携其他郎中前来，若传到家主的耳中，恐怕会惹闲言碎语，说大哥不信任家主找来的郎中了。既然我的这份好意弟媳不愿领情，难免是我过事。怎么能让瑞王在外面候着呢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夫君，大哥，朝夕身体尚未康健，
是我们无法奉陪大哥雅兴，就不送了。夫君的演技真是越发炉火纯青，真让人佩服。只是伤寒未愈罢了。确实是他。好好休息。主人，现在的顾家三少主确认常年病体，其他并没有任何异样。主人，东风已至。今日若有人来访，便说我身体不适，暂不见客。主人，你当真要去？自然。只是不知道我这位夫君，属下之前差人去探访过他的故居，此人关系简单，情况属实。主人是还有所顾虑？就是太简单，才会让人心生忧虑。怎么能让瑞王在外面候着呢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去查一查他与瑞王可有交集。是。玄清，再煮一碗祛寒汤药，送到他房中。是。难得赶上青雀和玄武两位老大出任务，兄弟们全喝酒去了，就在那当值，还得巡逻。行了，大家都不在，可别出什么乱子了。
看看玄机阁里怎么了？这次弟子组越级当真精彩，这位后辈倒是很有前阁主的风采。看来这次的天子任务还是要你去处理了。时辰尚未到。玄机阁意在暗探，而不是杀人。想将消息完整带回，坚韧的意志往往比击败敌人更为重要。弟子组顾玉若，请见天子任务。快，给我整！主人，收到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你先去找他，他们我来。夫人，给我让开！大少主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府内出了刺客，我自然是为了三弟的安全。为了三弟的安全，还请配合搜查。三弟，得罪了。大哥，何故苦苦相逼？只因我事事不争，便可随意拿捏，对吗？不，若说是因为安全，我路遇劫匪之事，大哥又在何处？是，大哥并未寻我，却在家中设下灵堂，这份情谊，大哥，你要我如何偿还？此事我也只是道听途说。深夜我与夫人共眠，大哥明知我负伤，竟以此等理由夜闯我扶风阁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大哥，晚走不送。
你怎么？你刚刚不必如此，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他就好了。我先帮你上药。你刚刚不该与他对峙。朝夕性格温和，不会与其他人起争执。好在，他并未怀疑。那该如何？兔子急了也咬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与三少主琴瑟和鸣，他就是这般护你的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今夜你就在这里休息吧，我怕他们再回来。参见阁主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为什么召你来。是。这2年，安排你在老大身边，任务该如何做，你没忘吧？没忘。这是这次的任务和你的身份，虽然只是弟子任务，但牵涉甚广。你的画技在弟子组算得上拔尖，就由你去完成吧。阁主定不辱命。去吧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若不是他娘，父亲怎么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？遮主呢？遮主姑娘去后山了，应当是阁中有了新的任务。主人。下去吧。是。有新任务了。是。阁主命我收拾细软，明日动身。这次任务虽然可能会有危险，但完成之后，阁主定会有大赏。遮主也可以成为主人的助力。有危险？主人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的。我看看。这里只有你我2人，放心，这件事情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主人，这玄机阁的任务，你还知道谁是你的主子？遮主自然不敢忘记。自遮主成为主人的死士起，遮主的命都是主人的。这次再回玄机阁接下此任务，也是希望日后可以更好的帮助主人。既然如此，拿来。我记得在玄机阁中，画工甲等的人只有你和雨落。是。你去回复他们，这次的任务你不能接了。主人。你也知道，这次的任务很危险，我怎么能让你以身犯险呢？怎么做，
不用我教你了吧？醒了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去院子里等你们，不急。夫人这是打算利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谁说我打算用完就扔？夫君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弟媳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们慢慢来，我不急的。前几日不是说好了要给三弟和弟媳量制喜服，我这边带了人过来。去吧。是。婉娘，这位便是今日要量身的美人。你便是冷颜的。回姑娘的话，小女子虽常伴冷颜身旁，却对她的那些勾当并不是很了解。但是在出事的半月前，的确有一位黑衣男子前来买命。谁？大概在10日之前，那人在夜里丢下一袋银两，说是定金。我好像听他说是亥时，城外，事成之后，另一半。好。亥时，什么城外？当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，那味道是不同于市井乡野的，应该是为权贵之人特意调配的。因小女子深谙香道，所以我对那味道记忆颇深。后来是二小姐让我去辨识大少主的声音时，
我发现大少主身上的味道竟与那夜的一模一样。大哥身上的香料确实是他特意调配出的，只他一人在用。这一点府上知道的人不少，弟媳自可去调查。三弟的事与大哥脱不了干系，只是不知父亲会如何处置大哥。害事。冷言可有提前动手的习惯？提前恐生变故，若是丹主定好了时间，便不会更改。他说过的，这个是规矩，不会破坏。冷言回时，可有向你提起了什么？他的那些勾当，我自是不会参与的，也不会同他问起。不过我记得那日他的确回来得很晚，而且当时他嘴上骂骂咧咧地说到手的鸭子给飞了。他这个任务不是也没成吗？三少主不是也回来了吗？可有受伤？未曾。那日你们收下定金的银两，冷言遭灭口时，可有人收走？未曾。不过我在回去取贴身衣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藏在门后的另外一袋银两。朝夕遇刺之事，恐怕另有其人。三弟并未习武，杀手未受伤而归也不无可能。侍卫回报，朝夕遇刺是在虚实，如若属实，冷言到时，恐怕朝夕已经。再则，若是大哥买凶后欲灭口，也当将银两拿回，才能完全洗脱嫌疑。但他偷偷来放下第二笔银两，说明他可能并不知道冷言失手。虚实，有趣。这么说来，大哥虽然买了凶，但有人提前动了手，此事大哥并不知道。如你所言，当日虚实出现的人又是谁？也或许这是大哥演的一出好戏，二姐以为呢？说不定是我呢。弟媳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既然朝夕平安归来，那此事便只是家事。今日是要来为弟媳量制喜服的，婉娘。夫人放心，不急。二姐送来的心意，余落心底自然是感恩。只是我更好奇，你二人是如何相识？个中经过，从何得知？主上这几天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？上次在灯会上，我想去找你，可惜那个女侍卫一直跟着你。你调查清楚了，这顾朝夕当真不会武功。是，她自小身体孱弱，无法修习武功。主上为何这样问？既然顾朝夕不会武功，那顾朝生为何要试探我的功力？看来他们二人也并非同路人。冷言，是，这位顾家大少主心事真的很，竟然买凶去杀自己的三弟。所以，顾朝夕真的是他杀的？会不会那天您遇到的也是？缱绻之地，亲情也不过如此。主上，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你回宫里好生调查一下，那个人最近都在做些什么。是。还有，顾雨露背后有一道刀伤，应该是1个月内的。好生调查清楚是何缘由。是。主上，你怀疑是他？夫君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
还不是怕梁一人毛手毛脚的。你身上还有伤，我不放心。我来吧。有劳了。应该的，夫人。原本我还担心二姐会查出你们尺寸的差异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们的尺寸相似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这种小事都记得这么清楚，看来夫人与你的夫君当真是情投意合。夫君说笑了。前几日不是还说过要教你怎么下棋？既然现在无事，不如我们切磋几局可好？果然不是普通的小厮。主上，承让了。是夫人棋艺高超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棋局，便是观其落子，可观其心。夫君的心思不在棋局之上，自有意藏拙相让。不知夫君有何忧虑，余落可否分担一二？确有一事。愿闻其详。昨日大哥所说的玄机阁是为何？那夫人身上的伤，又是从何而来？不知夫君是以何身份相问？你既唤我一声夫君，你受伤，我怎么可能置之不理？顾家常年走商，难免波折。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。那大哥昨夜是为何而来？我又如何得知？二姐呢？二姐今日因何而来？是否是信得过之人？若我说一切皆是为了三弟，弟媳可愿相信？主人，阁主有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
无论目的是否相同，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要问得太过清楚。阁主，新任务。今日没有新任务，我也未在玄机阁见你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吗？玄机阁暗探第一守则：不问来处，不问缘由，将消息完整的带回。这才是玄机阁需要的，最锋利的刀。去吧。主人所料不差，这次任务，阁主曾交给折竹完成。听说折竹本是接下任务的，却因手上的伤无法出任务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这次的任务与那位驸马爷有关，虽然只是寻他的把柄，但这事关上公主，稍有不慎，则牵扯甚广。折竹也许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有意避之。恐怕不止。依折竹的性子，即便知道危险，他也不会拒绝任务的。能让他放弃任务，甚至甘愿受伤，恐怕只有天风阁那位大少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折竹放弃任务？任务中明确提及，驸马爷在暗中寻人画一幅梅花图。可即便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反倒是那些画不出的画师，皆被他剜去了双目。阁中会借此契机，将接取任务的人送到驸马爷身边。只是玄机阁内画工甲等的人，只有我和折竹。他们是想……不，主人，这个任务您不能接。怕什么？那么多的画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？你即刻启程，替我去一趟驸马的祖籍青阳。来玄机阁这么久，这又怎会是能选择接不接任务的地方？自从进入玄机阁起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能真正从心的？你我，只是被青丝的人偶和没有情感的刀罢了。明白了，主人。至少能留在您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
李姑娘，我家主子已经在2楼候着了，定金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无论姑娘是否化成，都无需退还。只是，关于我家主子的身份，还望姑娘莫要多问。主上，今夜茶楼2层被人包下，我猜那应该就是他想去见的人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将2层包下的人正是驸马爷。这位驸马爷在朝中并未站队，右相与将军的人都曾有意拉拢，只是主上也曾让我去暗查过，这位驸马爷和上公主的手上都不太干净。哦，门口那个侍女也是上公主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这位驸马爷一直暗中寻访画师为他画眉，请来的诸多名家都没人能画出他想要的梅花图，最后都被他剜去双眼。上公主的性子向来谨慎，也不知为何这般由着他胡闹。主子，这位就是兰陵的画师李姑娘。坐下吧。这里没有梅花。我听闻技艺高超的画师，可根据描述绘图，想必这对李姑娘来说，并不困难吧？倒是听过描述绘制人像，这般描述绘制花图，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难怪那些画师。愿闻其详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公子不要紧的。无妨，我这头七已有多年，好在还有这香可以暂缓。只是我有时一分不清，何时是真，何时又在梦中。药香常燃，终究伤身。公子不介意我开窗吧？无妨。他当然画不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画师李姑娘，而是来行刺的杀手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小女子不过寻常画师，
不知你们为何要诬陷我做杀人的勾当？原来不是，没意思。既然不是来杀我的，那就杀了吧。主上，等一下，我能画出公子想要的梅花图。哦。 你可知有多少画师说他能画得出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？你猜他们最后都如何了？我能画得出。好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主子要的是梅花图，而你这却只有空枝，哪里有梅花？可寻遍各大名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画出令他满意的梅花图。我时常会做一个梦，梦中宅院被白雪覆盖的时候，朵朵梅花飘落，有红色绢带就附在梅花间。 你是来杀我的？怎么，你要放弃了？有些本事，如今却用血糟蹋这画，看来也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不知这幅可是公子梦中的雪中梅花图？拿下！退下！主子，我说，退下！ 他是怎么？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这梅花图因何而来。是。 你果然是来杀我的。不，但是我的确带着目的前来的。起初我在想，驸马爷为何无故寻人画着梅花图，而那么多画师，无一让驸马爷满意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驸马爷想要的或许从来不是一幅画，但是后来我又一想，也不是这样。哦，什么梅花图，什么被婉去演的画师。 驸马爷不过是借机泄愤罢了。为何这样说？这世间之人所求之最，无外乎是一条生路，而驸马爷所求的，却是一条死路。说下去。驸马爷虽然看起来锦衣华服，风光无限，但形容憔悴疲倦，双腿甚至无法久站，都是因为这香吧。 这香有迷香和软筋散的功效。起初我以为是驸马为了画师所下，后来才发现，这香是有人为驸马所下。
早听闻驸马惊才绝艳，与上公主的情谊，更是上公主亲自向圣上求来的姻缘。但是我还听说，驸马爷在上公主之前，有一位发妻。起初我觉得，驸马爷为了前程，丢下了发妻。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驸马爷似乎很期待我是来杀你的人，所以我便觉得，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驸马爷想要的，从来就不是一幅画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抛下梅娘。你是玄机阁的人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并非是想套你的话，只是我听闻，这世上没有玄机阁不知道的秘密，更没有在玄机阁中买不到的消息。曾经，我也想要寻找一个答案，四处寻访玄机阁，只是可惜，一直没有找到玄机阁的接头人。我为了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贪赃枉法，助纣为虐。我的双手已经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。我自知并非什么善人，但我也一直在等着玄机阁的到来。他扣押了梅娘。我原本只想找到梅娘，与她一同离开。可是，就自几个月前开始，我便再也寻不着梅娘的消息。我梦到了我们从前同住的小院，好多的血，那些血落在雪地上，就好像从前我们一同看的梅花。她的衣衫都被血染红，就挂在梅树上。他是他。他自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公主。我也私下派人去查探，不过小小梅园，派去的探子却无一生还。他告诉我，这是我多想了。可他却为了控制我，让我整日都离不了这熏香。我无法去找梅娘，甚至到现在连求死都做不到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他一起。我继续去帮他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。可我每次又会留下把柄，虽然有时会被他发现，把那些痕迹清理掉，可再精细的人也会有疏漏。然后就是画室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在等玄机阁，我在等那些想要拉我下马的人。我也的确从未想要过什么媒途，我要的就是世人看到我的暴虐。我要让整个上公主府的人为我的梅娘陪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了这一切，所以才要以血作媒，赌我会听你一言，
所以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想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梅娘她当真？梅娘之事，我并不知晓。那你怎会绘制血梅？但是我知道，驸马爷的那位故人已经亡故。去看看故居故人，若来不及将消息传回，蓝色信号为没有异常；若他故居有媒术，便用橙色；但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，便用粉色。棘手的事情是指命案。你当真还要寻着玄机阁？无妨。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。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足以扳倒上公主及其党羽。我会想办法把它交给你。把门给我撞开！是。怎么，如今我来茶楼，上公主派这么多人还不够，还要亲自监督？哼，我是在担心你的安危。人呢？什么人？我今日不过是请了画师作画，画完成了，人自然就走了。给我搜！务必把刺杀驸马的贼人给我拿下！是。驸马，你以为把消息放给玄机阁的人就能扳倒我？快！难道你就不好奇我如何知晓他是玄机阁的人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如今玄机阁易主了，你费尽心思搜来的罪证，到头来也变成他人拉拢我的筹码与谢礼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皇室的尊贵血脉，都会有人前赴后继的为我证明。裴郎，之前的种种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只要你日后能够待在我身边陪我，可好？好一个既往不咎！一个杀人者竟敢妄言对他人既往不咎！杀人者？驸马莫不是听信了什么狂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我确实刚巧派人去查过，你的发妻确实是死了。不过，不知道你如何得知玄机阁的人在此，但我知道，
如果你当真不在意，你就不会亲自过来，更不会兴师动众的让公主府的亲兵在这搜查。你说的没错，朝中局势混乱，掌握你把柄的人未必想要扳倒你，但你不确定，这个人是谁，所以你才不会赌上你的荣华富贵。是，裴某我该下地狱，但我入地狱之前，也会带着上公主殿下一起用你给我的梅娘陪葬。驸马，好好休息。鼎春，速去公主府，去搜驸马的房间。不，把公主府掘地3尺。驸马既下定决心与我为敌，定然还留有后手。搜到任何可疑证据，速来交给我。是。方才我便觉得眼熟，看来这就是夫人所说的易容之术了。你怎么会在此处？上公主有令，大家分头找，去那边。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给我查，找到人后杀。是。上公主有令，搜。是。主上，好在主上料事如神，我刚找到这东西，公主府的人就回来了。
想不到这上公主看似不参与朝堂之事，即便将军与右相有意拉拢，也不愿趟这趟浑水，私下竟为谋私利，还做了这么多煽风点火的事。不过有了这些证据，足以扳倒上公主，让那些被残害的忠良得以昭雪。啊，我呢还在原先的盒子里留了一枝梅花，也不知道上公主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。公主，奴婢在驸马爷的书房暗格内找到了这个。不能看到，还真是遗憾。啊，主上，我这就去将账册交给沈将军，让他明日。给他吧。什么？主上，这万万不可！我们怎么能将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拱手相让啊？且不说，如今我们尚不知道是谁下的这则玄机令。若对方所求不是扳倒上公主，而是将她的把柄握在手里，无妨，都是刀剑过骨之人，又何惧被刀刃所伤？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影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